仕宦当作金指武，娶妻当娶阴丽华，是东汉时期流传的千古名句，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口。而她是光武帝一见钟情的女人，也是钟情一生的女人。她原本可以坐上唾手可得的皇位宝座，却主动让贤。为了立她为后，光武帝不惜得罪朝野权臣，废黜旧后。她就是阴丽华，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任妻子，第二任皇后。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阴丽华的故事。阴丽华出生在中原之地南阳，家族显赫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，为人谦逊有礼。殷氏家族是当时南阳新野的豪门大户，殷家所占有的土地达700余顷，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以同当时分封的诸侯王相比。阴丽华虽然有着富足的家境，但却并未能像其祖先那样可以安享太平盛世。她所生长的时代是一个天地革命的大变革、大动荡时代。当时的刘秀虽然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，有着汉室后裔的身份，但是刘秀是汉室旁系血统，所以享受不到刘氏身份带来的殊荣。刘秀9岁丧父，被叔父刘良收养。叔父刘良曾经当过县令，也是南阳当地的名士。在叔父的熏陶下，刘秀从小就喜欢读书。长大后的刘秀就在叔父的庄园里当了一个普通的庄稼汉，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。一次，刘秀受到姐夫邓晨的委托，同他一道去殷家拜访，恰好遇到阴丽华在院子里给牡丹花浇水。阴丽华的花容月貌在牡丹花的衬托下更加妩媚动人，刘秀立刻就被吸引住了。经此一见，刘秀再也难忘怀阴丽华的容颜。只可惜当时地位身份悬殊，成了刘秀追寻爱情的主要障碍，只得把阴丽华当作心中的白月光。在刘秀的刻苦努力下，他成为了长安一名太学生。汉朝的太学生相当于现代的大学生，能够在京城长安成为一名太学生，相当于半只脚跨入了王朝政坛的大门。汉朝官员很多都是直接从太学生中进行选拔。此时少年刘秀就在心里立下一个志愿，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娶阴丽华。而此时汉王朝遭遇到了王莽篡权，王莽建立新朝后，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，这不仅触动了王朝豪强贵族的利益，还造成了经济萧条、民生凋敝、荒旱连年、盗贼风起的局面。农民起义在民间兴起，一时间天下大乱。当时樊崇起兵山东，号称赤眉军；王匡起兵湖北，号称新市兵；王昶起兵江陵，号称下江兵；陈穆起兵荆襄，号称平林兵。刘秀也从长安回到故乡，号召家乡子弟兵起而抗暴，号称春陵兵。为顺应人心思汉的潮流，他们推立汉朝宗室刘玄为更始皇帝，以反莽复汉为号召。很快，刘秀的势力迅速囊括了大部分荆州地区，而殷家所在的新野也成了刘秀的势力范围。公元23年，绿林军几千人被王莽主力42万人包围在昆阳城中，刘秀率18人突围，带回3万多援兵，以少胜多，把王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从此，绿林军乘胜追击，推翻王莽的统治，进占长安。此时的刘秀小有成就，念念不忘娶妻当娶阴丽华的愿望。就在此时，随刘秀作战的殷氏兄弟说服家人，把妹妹阴丽华嫁给了刘秀。此时刘秀已经29岁，阴丽华19岁，而刘秀心愿得偿，终成眷属。阴丽华和刘秀新婚3个月后，王朗在邯郸称帝。更始帝刘玄选择不给一兵一卒的情况下，让新婚的刘秀前去河北招抚。刘秀不得不留下阴丽华，孤身一人带着几名亲信前往河北。在出行之前，刘秀表示，如果自己有去无回，阴丽华可以改嫁他人。而阴丽华却说，夫君若不复返，妻将一生守节。由此可见，刘秀和阴丽华的共同患难，伉俪情深。刘秀刚到河北，就遭到了王朗的通缉。刘秀不得不多次逃亡。刘秀为了彻底击败王朗，必须借重当地豪强真定军刘阳的势力。作为权宜之计，只好答应娶刘阳生女郭氏为妻。
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政治联姻。最后终于借得精兵10万击败王朗，平定河北，势力大增。刘秀拒绝了更始皇帝的封号，令数一致。他以河北作为基础，一步步地征服全国，最终实现统一。公元25年6月，刘秀称帝，以建武为年号，定都洛阳，也就是后来的东汉王朝了。刘秀登基后，并没有忘记发妻阴丽华。同年10月，刘秀迫不及待地派人将阴丽华从南阳接回到自己的身边。然而，刘秀建立东汉1年后，他就面临一个严峻问题：立后。刘秀本人是希望立自己的发妻阴丽华为后，毕竟她是自己一直深爱的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等待了自己许多年。但是另一个女人郭圣通的家族对自己有恩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刘秀很难平定河北。同时，郭圣通的家族是河北望族，对国家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刘秀麾下的功臣们都比较赞同立郭圣通为皇后，刘秀为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不过，还没等刘秀做出选择，郭圣通的姐夫刘阳就造反了。也因为刘阳的叛乱，郭圣通失去了竞争皇后的资格，刘秀也得偿所愿，他可以立阴丽华为后了。然而，正当刘秀打算册封阴丽华为皇后时，她却坚决不接受。阴丽华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，她深知丈夫创下的基业十分不易，如果执意立自己为后，会给国家稳定造成不良影响。自古帝王家室就是国事，而郭圣通的家世远超于自己，如果执意立自己为后，那么很可能会引起朝野哗然，人心不稳。建武2年6月，郭圣通被册立为皇后，其子刘江被立为太子，而阴丽华仍为贵人。这种做法有力地稳定了刘秀的新生政权，也彰显了阴丽华的大智慧和包容之心。阴丽华的识大体让刘秀更加深爱她，两人也更加恩爱。阴丽华让出后位后，刘秀对她的宠爱与日俱增。随后的几年，刘秀偏宠阴丽华而冷落郭圣通，每次出征都将阴丽华带在身边，即便阴丽华身怀6甲，刘秀不惜降低行军速度，也要带她从军。建武4年，阴丽华诞下皇子刘阳，阴丽华的兄弟们也都备受刘秀重用，官职兵权给得毫不吝啬。在刘秀的刻意为之下，阴氏家族始终是第一外戚势力。阴丽华虽然没有皇后的头衔，但外戚待遇却比皇后更甚。而郭圣通为了博得帝王宠爱，也是手段尽出，多次针对阴丽华使用各种伎俩。最终，郭圣通彻底激怒了刘秀，刘秀开始下定决心换后。但是换后是国家大事，刘秀的一时之气必然遭到群臣的反对。不过这次不同于以往，刘秀坚定信念要废郭圣通立阴丽华。建武17年，刘秀以皇后郭圣通心怀怨恨为由，将其废黜，立阴丽华为皇后。太子刘江见母亲郭圣通被废，心怀恐惧，于是主动请辞太子之位。建武19年，刘秀立刘庄为太子。这场朝廷纷争才正式落幕。不过刘秀并未对郭圣通母子赶尽杀绝，反而赐封他为中山王太后，居北宫。刘江改封为东海王。这其中必定和阴丽华对刘秀的劝谏有关。正是阴丽华的善良大度，郭圣通母子及其家族才得以保全，并仍然显赫无比。成为皇后的阴丽华为人处事十分低调，也遵循古训，从未干涉政治。她的一生都是以一个贤后的形象示人。公元57年，刘秀驾崩，30岁的刘庄继位，史称汉明帝，阴丽华为皇太后。在阴丽华的影响下，汉明帝一直善待郭家人，并由此开创了被后世史家誉为建武永平之政的清明政治。公元64年，阴丽华病逝，享年60岁。汉明帝刘庄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与刘秀合葬在洛阳城郊的园陵。阴丽华的一生兼得可封，相夫教子，主理后宫，不曾干预朝政，更能约束家人，使刘秀无后顾之忧，专心国事，才出现了与文景之治并称的光武中兴。皇帝的婚姻鲜有幸福圆满的结果，而刘秀、阴丽华却和谐得令人羡慕。这固然是由于刘秀的宽仁厚德、念惜旧情，而阴丽华的貌美德高与安分守己更是重要的因素。若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